边上那个就是群玉阁啦。是错了。作为向导的我，好像并不……不过既然要去群玉阁，那直接在地图上找群玉阁的位置也是很合理，一定是在附近就有上去的办法吧？我们找找。快看，这里有机关，既然出现在对应的位置，那肯定是跟群玉阁有关，错不了。只能飞的都怪风场不够厉害。为什么？否则，好吧，那就按你说的办。先等一等，原来我们已经走到龟中机附近了呀。这样不如用龟中机把你发射上去吧。对哦，这么说来，站住！什么人？竟敢！是啊，我们是受邀来这里的。是不，等一下，难道他假装请我们上群玉阁，其实在这……什么？这么一派胡言！又来了，把他……住手！何事喧哗？客卿大人，你说谁是怪人？你们要上群玉阁？我们是受邀请的客人，想找璃月七。真巧，我就是璃月七星。我是客卿，璃月七星之一的玉衡星。我知道你的事，旅行者。你是宁光的客人吧？没想到，哇，我也没想到会在荒郊野里遇见有钱的大人物。天衡谷成员的龟中机损坏，却在一夜之间修复完好。我在这里原本是想调查一番，这些千岩军只是负责守卫现场，不是来抓人的。原来是误会啊！真是完全没想到。话说回来，仙人所造的机关居然有凡人能修好，这即使对七星来说也算一件奇事。嘿嘿，那个是……对了，这位玉衡大人，你知道天权大人为什么要邀请我们去群玉阁吗？叫我客卿就好。宁光约你见面，我想无非是希望拯救蒙德的英雄中立一些，至少不要完全站在仙人一方。我们可没有站边，我们和那些仙人聊过，他们也是准备庇佑璃月的。你说的庇佑，就是指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吗？因为你们是凡民，是他们庇佑的对象，所以他们不会把你当作有能力刺杀神明的刺客，所以他们一定也觉得宁光封锁现场，盘问凡民，追捕刺客，这些命令全都是无用功，甚至是在掩盖什么。我直说了吧，这是在小看人。你这么说，确实也有点道理。不过，像你这样不敬仙神的璃月人，我还是第一次遇见呢。心存傲慢，所以暂时还不会对我们七星出手吗？算了，我不该这样谈论仙人。不敬仙神只是我个人的态度，宁光就绝对不会说这种话。总之，我也承认，这一次仙人们的行事已经足够克制。帝君遇害，实在非比寻常。面对如此超出常理的事态，他们仍然愿意召集众仙商议，没有直接打来，这还挺文明的，真叫人意外。但这是不可能的，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如果连璃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，那璃月的未来要怎么办呢？又是一句非常大胆的发言呢。那就言尽于此吧。其实我本来没必要说这么多，但你是很好的听众呢，旅行者。好了，你们该去群玉阁了，要准时哦，因为求见宁光的预约都已经排到明年了。璃月的顶级富商们都把登上群玉阁当作从商生涯的无上荣耀，人人都带着好礼，只为从宁光手中换取些许好处。好处？可是，对了，见面礼也是璃月的珍贵文化，我们不是为了好处，是为了尊重璃月的传统文化。好了，
要送什么见面礼，你们慢慢想。我先把去群玉阁的方法告诉你们。其实你们不必来天衡山的，回璃月港去吧，到月海亭找引路人，然后如此这般。那么我们有缘再见吧，旅者。那位玉恒星虽然不敬仙神，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飒爽的人呢。对了，要给宁光送什么见面礼呢？我想想。对了，昨天我睡觉的时候梦见了一道无比尊贵的点心——糖霜史莱姆。我有预感，它很……我们就用这个当做礼物吧。没有，但只要用皮卡的感觉去做就好啦。快去搜集材料，事不宜迟，荣华富贵在等着我们。注意！按照柯晴教的，你好，这里卖月亮吗？是的，要几个？数量不方便透露。答得好，二位请由此登阁。对了，二位就是宁光大人今天安排的客人吧？嘿，没错。但这不是客人的暗号，而是玉衡特许的暗号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恭候多时了。呀，是宁光，初次见面，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希望你能喜欢。给我的，真是多谢。我请二位来，反倒让二位费心了。不费心，不费心，嘿嘿。很高兴你也喜欢它。这座宫殿浮空的位置，高于一切山脉。从这里能清楚地看见璃月港的全貌。从学做生意的年纪起，我就开始为它积攒建造资金了。成为天权以后，我更是邀请顶级工匠不断扩建。起初，它只有房间大小，如今已能遮蔽璃月上空真正的银月了。我相信终有一日，它的影子会笼罩七国。有资格登上群玉阁的外客不多，但西风骑士团的代理团长与我有书信往来，对你赞赏有加，所以从你到璃月的第一天起，我就开始散出眼线。什么？终于在你们前往望舒客栈时，大致掌握了你们的动向。难道菲尔戈戴特老板是你们的人？不是的，整座望舒客栈里全都是我们的人。不是，在归中机旁见了一面，对吗？你该不会一直在天上偷看吧？这么远的距离，偷看有些难吧？凭借耳目即可。我对你们很感兴趣，关注也是理所应当。你与仙人往来颇多，对我们不信任，也是理所当然。这次请你来，就是想要解开一些误会。你应该听说过魔神战争吧？世上曾有诸多魔神，也曾有旷日持久的战争，直到2000年前方才终结。期间生灵涂炭，流血无数，最终提瓦特大陆上只剩下7位胜利者。他们在败者的残骸上建立国度与城邦，开始了7神的时代。看见孤云阁了吗？那并不是天然的地貌，而是战争期间帝军投下的巨大岩枪。在岩枪之下镇压着帝军当年的手下败将，未能取得7神之位的昔日魔神，不仅魔神会死，即使是陈氏7执政，2000年来亦有更迭。帝军的逝去是璃月无法想象的灾难，但提瓦特的7神体系不会崩溃，下一位炎神迟早会出现。但我们又怎会遗忘帝军？到那时，璃月人与仙神的关系必定会与过往不同。即使在新的时代，璃月7星也是帝军的旧日子民，向帝军举刀的罪名，你认为我们担得起吗？
那天在玉京台事出突然，我也毫无防备。你当时在现场，应该都看见了。七星的敌人早已潜伏在璃月港内，若不采取行动，就会落于下风。藏起先祖法退是必要之举，借此我才能转明为暗，以静制动。你说的敌人是谁呀？旅者，你觉得呢？啊，你和宁光在打什么呀，迷？正确的答案。嗯，外面景致虽好，但高空的风还是略大了些。二位，殿内已经做好了待客的准备，请随我进来。二位随意，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也可以。真的可以吗？我请你们来，自然是把你们当成朋友。朋友来玩，当然是开心第一。哎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那面墙吗？哦，你的消息很灵通嘛。因为连说书先生都在说，好多人都在求购墙上的纸张，可有名了。因为那面墙上记录着璃月的秘密，商人对秘密总是充满热情，但旅行者，璃月的商业秘密对你来说并无意义。你很特别，你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吧？如果可能，我想获取你的信任，但假如要你在我和客情当中，你会选客情吧？这种程度的直觉我还是有的。我原本觉得过刚易折，以他那样的性格当上七星，有些事还需要我在背后打点。但在他说出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如果连璃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，那璃月的未来要怎么办？这句话以后，我心中的一些疑虑倒是被打消了不少。不错，我不否认帝君的逝去看似对七星有利，但为了璃月，我也不能被七星篡位的流言束缚住应有的行动。看来你从刚才开始就已经完全明白我要说什么了。我下令封锁消息，藏匿仙体，一来是为了暂时稳定局面，二来也是为了避免在蒙德发生过的那种事。愚人中介帝君之死，已经有了太多超出外交底线的暗中行动。我身为对璃月负责的天权，对抗时也顾不得姿态优雅了。批准宋仙典仪的筹办，也只是为七星全面接管璃月争取一些缓冲时间。果然和钟离说的一样，七星提供了仪式场地，只是因为可以利用我们达成自己的目的呢。啊，对了，说到达成目的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可以说吗？但说无妨。听说送了见面礼的客人都能得到一些好处，那我们有份吗？没关系，我很喜欢直白的人。最近这段时间，麻烦你们的事情也算是不少。这样吧，作为赔礼，你可以从我这里任选一件喜欢的东西带走。好，就等着这句了。我早就想好了，我想要的是那面墙上的纸片。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你不明白吗？这面墙上的纸，哪怕只有指甲盖大小，也能卖出天价。要是没有撕碎的一整张，我都不敢想象它值多少魔啦。下一张吧，要最大的。诶，认真一看，根本不用挑嘛，最大的一张笔记就定在最显眼的位置。好，就选定这张吧。啦啦啦，先来看看上面写了什么。啊，这里有个圈出来的地点，难道是宝藏，或者是别的什么发财机会？我看看，边上这些字写的是百无禁忌录什么什么愚人咒研究复制。好像不是宝藏。这张纸上写的是愚人众对百无禁忌录的秘密研究，被七星部下的眼线发现了踪迹。宁光刚才说愚人众在璃月暗中做了很多坏事，比如散布流言、觊觎仙体什么的。但研究百无禁忌录算是什么类型的坏事呢？说起来，百无禁忌录和你也有点关系，要不要去探查一下？哎，是这样吗？那我们就不去了。哦，原来你的意思是，越是不能全盘接近宁光，越是需要亲自去印证一下宁光的说法。有点超过我的理解范围。我觉得他对我们很亲切，是个好人。不管了，就照你说的，先行动吧。
在去迪花州找钟离之前，我们先去这份资料里说的地方看看，愚人众是不是真的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